恭迎域外战场使者！恭迎域外战场使者！进入打扫域外战场的通道，开启！3月期限已到，所有弟子出府。7块令牌只剩下1块了，看来今年竞争激烈，有好戏看喽！什么？一人拿走了所有的令牌？简直胡说八道！是真的，我们的人几乎都被他杀了。来了！他来了，气势好强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躲躲藏藏的。藤化元，可敢与我一战？小小筑基初期而已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藤化元，还我父母魂魄！元婴期，绝冥谷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元婴期？你小子怎么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急速提升修为？今日的我，是你一手造就的。真是那家伙，不愧是元婴期。绝冥谷资格战明明只可筑基以下修为境的，这家伙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？怎么可能有人在短短时间内到达元婴？数日未见，他的修为又有极大幅度提升。这气息是元婴中期。幻术，奸诈之徒，还不现身！必是那家伙怯战，早就逃了，留个小破玩意儿陪你玩玩。竟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骗得团团转。王林呢？王林，谅你小子也没那么大本事。你若再不现身，休怪我当着你的面，将你父母的魂魄捏成碎片！魂器，住手！第一次是幻术，第2次就未必了吧？王林，你就这点小伎俩吗？不，蓝冰闪！有趣，
这小家伙既有幻城的千幻变，又有黄泉宗的蓝冰闪。那把飞剑也不简单，虽然是仿品，但也具备了一些威力。哼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就是现在！爹，娘，儿子来晚了。杀我玄孙！今日我要抽你魂魄炼成魂幡，让你忍受世间酷刑而死！老夫以元婴老祖，竟然被一个小小重机器玩得团团转。最可怕的是，这家伙如此果断坚韧，可为了防止爆炸蔓延而毫不犹豫斩杀用手。若是他人，老夫也不禁有些赞叹。然而这一家伙，让你享受一下被自己至亲啃噬的滋味儿。爹，娘，铁柱不行，若没有我，你们也不会遭到毒手。王林，你看我对你多仁慈，让你与父母团聚。从今往后，儿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你以为我还会让你施展那诡异的瞬移之术吗？7块令牌尽数毁灭。域外通道也马上到关闭的时间了。藤花园这个老匹夫，最后一块令牌也没了。看，域外战场通道要关闭了。500年，我们空等了500年，又要再等500年了。是印宗弟子全军覆没，飞天罗刹进不去了，那我的肉身怎么办？王林，你活该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好了，游戏暂时结束了。我早猜到你是打算以域外战场的通道来逃走，所以这个想法你放弃吧。可笑之极，老夫居然会害怕一个重机器的修士。被吃完后，太爷也会抽出他的魂魄，
让他忍受世间酷刑而死。血海深仇又如何？情深意重又如何？还不是抵不过弱肉强食，以大欺小。你这老家伙，这等事我们见过多少？还在这里空发些少年感叹。这可是数万年来第一次有人以筑基之身挑战元婴老祖。机智可嘉，其情可悯，我辈汗颜呐！赤子情深，该当如是。爹娘，孩儿错了。横越派，真武，腾力，王家尊，难道弱小即原罪？修仙，原来这就是修仙！好！力气，这是力气！爹娘，铁柱不行。若有来生，希望我不再是你们的儿子，因为我不配。这是老子的珠子，谁敢动？本回进入域外战场的通道关闭，我赵国所有门派无一人进入。师姐，你来这儿，袖子我已经卸了半只。不用，你抓紧时间。幸亏我们动作快，刚进入战场就抢到一具盔甲。唉，当初可是听说吸上一口域外战场的空气就能灵气大涨，打破了头才进来的，没想到来了竟然是划了盔甲。你也不要小看这具盔甲，你看到他额头上巨魔族的标志了吗？拿了这具盔甲，怎么也能增长几年灵力。啊，那是什么？跟上去。啊！这是空间裂缝。老祖曾经说过，域外战场开启的500年期间，有时战况过于激烈，域外空间承受不住，会产生裂缝。修士一旦被这空间裂缝吞噬，就会成为无主游魂，再也无法返回现实世界。哦，好险好险，幸好没追进去。该死的空间裂缝，竟然吞了老子一个宝贝！宝贝在哪儿？他飞向那边，被空间裂缝吞了。这是巨魔族。传闻巨魔族的人，只有达到了化神期，才可以随意变化身体。眼前这个中年人，既然有着常人的身形，显然正是巨魔族中化神期的强者。可惜了。王林，我用最后一丝魂力打开域外战场通道，保你最后一丝神识。我因此不得不彻底陷入沉睡。从此以后，你命运如何，就全看你自己了。
灵异那个狗东西，让我们来这里送死。别抱怨了，先想想脱身之法吧。空间裂缝，好险！多谢，我嫖男子之后定会报答。小事，老兄不必记挂在心。这空间裂缝实在是神出鬼没，报彻西彻里，连那巨魔族元婴期高手都难以招架。听说在那吸力的作用下，连体内的灵力都会生生吸出。那裂缝连接的空间，不知是什么样子。救救我！吞魂，吞魂！多少年了，我终于盼到了一个新的同伴啊！我们是吞魂，那他们是什么？那两个触角的生物叫游魂，是我们的猎物。怎么才能离开这里？离开？为什么要离开？这里无法离开。撞碎这个裂缝不就能出去了吗？哎，嗨，你在里面撞是没用的，这个裂缝只能从外面开启。外面的修士们为了宝物自相残杀，大打出手。讲重点。得等，大概要4万年啊，不对，42000。你刚说外面的修士们为了夺宝，会导致空间坍塌、裂缝增多啊？哼，神识算吗？速来西北角位置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主的神识。哎，老弟，你吞点吧。只出不进会死的。
你这要300年，裂缝外面不过才过了短短3年啊！我知道你想出去，但也不能是这么个法子呀。虽说散出去的神识可以归体，但你本体和神识不在一个空间，是收不回来的。宝从天降，命令是我的。嘿，这儿还有一丝神识。师弟，你这么做恐怕不妥啊！道友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不放手，又是何意？师弟，这丝神识是这位道友先看到的，不可再抢。哼，还是你师兄明事理。你若再不放手，休怪我无情！无端狂妄，最是祸根。替你师兄好好管教管教你！要看戏到什么时候？这不是刚有机会动手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储物袋里的宝贝就当做是你的学费吧。哼！这太诡异了。怎么？我是说这神识多的不正常。宝物多还不好吗？不过，按照道理来说，上级修真国早该派人来探查了。现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域外战场最近不稳定的厉害。奇了怪了，老子上回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才过了短短10年，怎么就突然恶化了呢？何止恶化，这域外战场清理只容筑基期进入，你一化神期的家伙进去，指不定破坏了什么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所有域外战场清理工作的修士为之疯狂的，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神识，这里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变数。老子当时可没看到什么神识，没说你。域外战场本来就不稳定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进不去，大家都各自说说吧。请6级修真国的人来修复。疯了，那可太贵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让这些筑基期修士们在里面自生自灭哼吧。哼，我赵国此次资格取消，倒是没意见。我有个主意，传音给他们，取消这次清理工作，全力寻找神识。3天后统一开启传送阵，所有人撤离，大不了就当没有这次战场打扫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办。终于，3天，
我追了你3天，等他们弄到手，我就回集结点。这次战神殿来的几十人，只剩下10人还活着。我这次回去，定会被掌门重点栽培，成为首屈一指的弟子。到时候，师妹也会对我另眼相看。嘿。 许浩、葛阳，此2人在域外战场出门招主，专袭杀人夺宝。看来老子今日是不死，也得扒层皮了。我们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？啊，葛师兄，许师兄，怎么，是你的东西？不是，无主神识，强者先得。 破了。还有呢？2位师兄，我这些年所有的收获都在这里了。2位尽管拿去，我只求能保住性命，3天后能回到火焚国。 你真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没有骨气的，不过也是最识时务的。罢了，今天放你一次，滚蛋吧！我可没说放。 哼，你倒是心善，嘿嘿，之后我一定斩草除根，不再劳烦师兄动手。要你这副躯壳，姬往然。我什么都给你，只要你把我杀了他们。成交。 回来了，神识，对。快逃！
抓紧！救我！救这什么东西？御外战场要塌了！搜取传送阵！马良，我焚过战神殿，传送阵，3天后不知死活。诸位，过界了。哎，老弟，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。那2个老家伙让我和你聊聊，此处空间已经坍塌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要不要留在这里，跟我们一起吞噬此处？我要从传送阵重返现世。这怎么可能？新生的吞魂，有一件事你没弄清楚：身为魂，是无法离开这里的。以魂的强大，修仙者根本无法抗制力。幽魂若进入外面的生灵空间，将被称为魔头，给生灵空间带来浩劫。因此，在寂命与生灵之间，有着戒律法则存在。凡是妄想过界者，均会被抹杀掉。那此处域外战场又是什么空间？此处是被生灵界大法力者开辟的混乱之地，存在于生灵与寂灭之间。即便如此，也只有当此地崩溃时，我等吞魂游魂才能进来。所以你根本就无法离开这里，就更不用说那些游魂了。只要这里不彻底坍塌，传送阵能正常开启，我为何不能回去？好吧，朋友一场，我们会让这空间坍塌的慢一些。不过这游魂们的猎食，你可不能阻止啊！还有件事，请各位帮个忙，到传送阵的安全，坚持一下。马良师弟一直没回集结点，怕是已经身亡了。真倒霉，也不知道这些怪物是从哪儿来的。马师弟，快跑！师兄师姐，等等我。马良，他还活着。这次我们在劫难逃了。哈哈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真是天要老子捡条命回去。师妹，虽然不知道那些怪物为什么不进攻咱们，但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尽快赶到传送阵，快些离开域外战场吧。马师弟，你修为最低，一定要紧跟着我们。还啰嗦什么？你们不走，我先走了。小心，跟紧了。怪不得马良的记忆里对周子红心存感激。虽我对这3人另有打算，不过我既用了他的身体，理应帮他做一些事情。谢谢师姐。这身体没有一丝灵力，全凭神识驱动。待我出了域外战场后，定要寻个地方闭关。这传送阵怎么连个影都见不着啊？我们选的已经是最近的了，不过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2个战场崩溃，好似放缓了？真奇怪，按道理这坍塌应该加速才是。已经2天了。那2人8成已经死了。再找找，葛阳、许浩2人知道真正的马良已死，他们必须死。过传送阵需要信任，
马良的资格令牌被他们抢走了，若能找到最好，若找不到，我便抢个同门的令牌过传送阵。你这吞魂心眼忒多。行吧，我再帮你找找。红小阵！这马良有问题。我一路顺利绝不是巧合。自马良师弟归队后，这些诡异的生物就不再攻击我们。若要保住性命，不要多话。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。停！他竟然可以号令游魂。按那吞魂所说，游魂应是一种以神识状态存活的生命体，根据本能吞噬一切。可这个游魂的身体却极为跛杂，他吞噬众多神识后，竟留有痕迹。他的体质定是已经死，却杀了他。我与马良无冤无仇，前辈饶命！我愿成为您座下奴才，前辈饶命！停！前辈，我只愿能有幸成为您的奴仆，安全回到府。我不是嗜杀之人，但你们若不聪明些，那就没办法。师妹，你……前辈，我之前就想问，您夺舍时，马良是死是活？死。这个游魂，我要了。你可真不跟我客气啊！罢了，这游魂你喜欢，我可以送你，但我劝你还是和我等回归星海吧。这是吞魂的命。我若一定要出去呢？你三人先走。是主人。主人。没事了，这些游魂自敢困着。这么多怪物，只要我们不出去，他们就不敢进来。我能活着回去。这便是隔绝机敏与生灵之间的戒律法则吗？快了，快了，传送阵快开了！快看那边，是3个修士。这游魂怎么不攻击他们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些怪物竟然给他们3人让路！怪物为什么自杀？怪物自杀！在操控。别，没用的。那传送阵就是生灵空间的入口，凡是魂控制到，立刻会被抹杀。这些怪物疯了，他们要撞碎这怪物！这黑丝，看来就是戒律法则的手段。
初被抹杀，倒要看看他们拦下多少。你去。难道说，神识能抵挡片刻这戒律法则？这黑丝仿佛是为了猎杀灵魂创造出的一般。黑丝对于灵魂的伤害极大，你没事吧？撑得住，但这黑丝超过一定数量，就不好说了。这葛阳许浩杀人夺宝近50年，好东西应该不少，正好为我这龟甲全灭防御阵所用。3人先走，在另一端等。是，主人。哎，你要走了？是的，这段时间，谢谢你。哎，竟想瞧这黑丝！这黑丝遇到强大的吞魂，竟然会主动出击。硬扛了。这是奇迹！老子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这一次谁也不能阻止我！这家伙能撑住吗？戒律法则居然推动了极境在这神识中的凝练。戒律法则，来呀！真的进入生灵空间了？那他出去之后还是吞魂吗？他吞魂的本质还存在，但他的神识已经被炼化成一丝极识。天哪，在生灵空间里，他的极识可是能轻易灭杀一切同等级的存在。藤花源，我亡灵回来了！我一定会让你和藤家血债血偿！阵法启动了，又来了！快看，
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。欢迎师兄师姐回来。这次收获怎么样？终于回来了。有没有发现什么厉害的宝贝啊？给我们讲讲。不错，经历了域外战场这番磨练，你们3人的修为都有了很大提高。唉，可惜回来的太少了。长老，马良师弟还在后面，当时情况危急，他让我们3人先回，自己随后便到。马良师弟也是幸存者。马良他没死。胡闹！难道你还盼望马良死了不成？你师父就是这么教你的？师妹放心，马良师弟在域外空间多年，性情已然不是之前。此时的他，绝对不会继续纠缠师妹的。哼，怕什么？若他再敢纠缠你，有我呢。这是好浓郁的阴寒之气啊！这种气势，这是马良。弟子马良，参见霍长老。回来就好，一起走吧。弟子还有要事，就不回了。待处理完琐事后，自会回去。这是弟子这50年所收集之物，法宝已经全毁，只有这些材料剩下。这小子从里透露着冰冷寒气，还是上报给店主定夺为佳。藏这里，阿牛肯定找不到。我娘说过，要不是有仙人们封印咱们火焚国的火山，他们早就爆发了。我以后也要去做仙人。娃们，快回来吃饭吧！娘，我看到仙人了。是吗？得赶快找个地方闭关。还好撑到此处，先探查一番这具身体吧。这便是我的尸骸。这红色闪电，定是那丝基石。它可以硬扛法则逃遁出来，威力不容小觑。这丝基石竟可以唤醒天孽珠和小剑。若将来这基石
壮大到如这石海般大，恐怕戒律法则在我面前也会黯然失色。可一定要形神兼备。爹娘，是我是铁柱，你们还认得出我？待我养好伤，我定会找到从这里重返赵国的方法，找那唐花园，血债血偿。隔阳血号的储物袋中还剩下块精铁，品质上乘。我不会炼器，更不会制作剑胚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前辈，我已是筑基中期，因这极境神石，我可打败任何筑基期修士，哪怕是结丹初期，我也有信心一拼。好强的木属性灵气波动！安师妹，你是第一次来采摘焚金果吧？嗯。咱们火焚果火山遍地，灵力充满了火属性，长时间吸收吐纳会对修士产生伤害，唯有服用以焚金果炼制的融灵丹，才可稀释火属性。这焚金果只在焚金山脉才有吗？没错，每到焚金果成熟之际，4大宗派都会有弟子前来摘取。那其他3个门派早就进去采摘了，怎么就咱们这座迟迟没有动静？清气代表着焚金果已经成熟，可以进入采摘。如果清气不出，就无法溶解火山内的炎毒。我们若是下去了，定会有危险的。哎，罢了，下去看看。小子，站住！什么事？我们每年最多只敢取10个果，唯恐损伤了这根部。你竟敢整根断掉！万一是哪个门派，都要为这毁根之事付出代价！死！惨了惨了！再走一步，死！魂的气息！都有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在下是4级修真国天罡宗弟子许立国，刚才都有得罪，道友有话好说，万万不可冲动。魂的强大，修仙者根本没有抵抗之力。幽魂若进入外面的生灵空间，将被称为魔头。魔头，有意思。你要干嘛？老子生前可是元婴修为，动动手指就能要你小命。他怎么不说话？在想什么坏招吗？你不要轻举妄动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付不起元婴肉身那价钱，
只能买这便宜的筑基期肉身，不然你个筑基中期，老子一个能打100个。道友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只要能放过我，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。道友息怒啊！幽魂拥有无视任何修为的吞噬能力，是否可以尝试在这里炼制一个？若我在这里有一定数量的幽魂，那么寻藤花园报仇会变得非常容易。道友，你冷静一点啊！总算将原本神识强行抹掉了，还真是元婴期够手。你是谁啊？我又是谁？吃了。放我出去啊！老子生气了！进去，没有我的召唤，不得出来。林涛拜见主人。参见前辈。主人，您3日前吩咐的物品，我为您取来了。这是炼器殿的御简，里面记录了详细的炼器方法。主人，各国地图放在藏经阁最顶层，我修为不够，上不去。10天，主人您再给我10天的时间，我表哥10日后轮值，我说什么也让他帮我踏验一番。你若真取来，我离开火焚国之时，自会把魂血给你。主人，原本现在就可把魂血给你，但因这玉简中藏着的小东西，这次就算功过相抵了。我不杀你，但魂血能否拿走，就要看下次。幸好我没敢启动这定位符，让师傅来救我，否则今日必定性命不保啊！前辈，那神道术我无法踏印不说，即便我在脑中拼命记牢，一旦离开石壁，
我就会将神道术全部忘记。您现在是马良的身份，如果您愿意，其实可以前往战神殿亲自观看神道术。这神道术果然古怪。你三人不必对我如此防范，只要不招惹我离开之时，魂血必会还给你们。但如果心存歹意，休断同情。你三人回吧。林涛，10日后我在此等你。这战神殿去不得。先不论这三人是否有阴谋，若我夺舍一事暴露，恐引灾祸。小友，将本宫徒孙的魂血还来，可好？小友，将本宫徒孙的魂血还来，可好？好快！不知前辈的徒孙叫什么名字？本宫的徒孙叫做周子好，待晚辈离开千里之后，定会送出魂血。小友不必紧张，本宫已从紫红那里听说，他三人之所以能安然回到战神殿，多亏了你的帮助。且不论夺舍之事，单单你救下紫红，助他回来，本宫就可对一切琐事既往不咎。前辈莫怪，还是等晚辈行出千里之后，再归还魂血吧。千里，对本宫来说，千里只是几息之间。若本宫要杀你，除非你可遁逃万里，否则没有任何意义。罢了，你若坚持，那就走吧。前辈，按约定，魂血交还于你。无论那妇人所言真假，为了一个魂血得罪元婴高手，实在不值。此人虽只有筑基中期修为，但却心思缜密得很。快，镇住灯火，绝不能让灯火外泄！快，一起帮忙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何人擅闯炼丹殿？眼下还不知道贼人的身份。先前那贼人假扮成本门弟子的模样，企图抢走刚刚炼制出炉的上品天离丹。天离丹没有成品，一旦炼成，需在1个时辰内服用。这贼人竟然知晓了天离丹的秘密。多亏了今晚值守的木婉师姐发现及时。婉儿在哪里？有没有受伤？木婉师姐安然无恙，她已将新炼制的天离丹护送到始祖那里了。好，大家分头搜捕，必须捉住此贼！我虽有极境神识，但面对元婴期高手还是毫无胜算。若他有心抓我，我定然逃不过。这我反国不可久留。虽林涛只需10日便可拿到地图，但凡事有万一。在马良记忆中，西谷峰氏是火焚国最大的拍卖集市，
我且去那里探探是否有地图拍卖。看这身形，应该是他。那贼人极善易容。诸位道友，何事阻拦？你与我门派禁地偷盗，以为伪装成这样，我等就认不出来吗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哥，快住手！儿。哥，不是他。那人虽说擅长易容之术，但不可能幻化得出这位公子的气质。这……道友莫怪，在下洛河门李袭清，唐突之处，望道友海涵。无妨，既是误会，妈妈又岂会耿耿于怀？想必马公子也是去参加溪谷方士大会的吧？到时说不定还能相遇。道友，今日之事，请多多原谅，我等还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别过。大家随我继续搜捕。道友，误会啊！道友，在下邪魔宗弟子孙有才，先前跟在你身后，实在是无奈呀。洛河门找我麻烦，我打不过，只能躲呀。现在他们还在找我呢，跟着你走，我便会多一些安全。道友，刚才的事真是对不住啊！好快的速度！你这是准备去西？他不过是筑基后期，速度竟比那元婴夫人慢不了多少。道友，莫非是有法宝相助？哎呀，道友，你看如何？这好，那就有劳孙兄了。坏哉，眼前这小子只不过是个筑基中期，我一是筑基后期的修为，为何有些惧怕于他呀？无妨，本就是我先借道友避敌在先，宝贝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敢问道友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马良，是战神殿弟子。啊，马兄弟，再向前不久，便有一座进入溪谷的传送阵。如此甚好，那我们便快些过去吧。马兄弟这次是一个人出来的？没错。嘿嘿，马兄弟，开启那传送阵需要3块灵石，我叫个朋友过来，他应该就在附近。到时候咱们3人一起走传送阵，这样还可以节省1块灵石，你看如何？嘿嘿，马兄弟不用操心，你的那份灵石我出了，要不是你，现在我已被洛河门抓了去了。马兄弟，别看此地荒凉，这溪谷的传送阵就在不远了。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焚金山脉的火山时有黑烟冒出。记得去年4大宗派的元婴期始祖才刚刚封1万呢。此地偏僻，倒是个好地方。尤其是这里火山众多，杀人夺宝后抛尸也方便，连火球术都省。马兄弟，你这话……此人修为比孙有才深厚，已到假丹境界，看来是孙有才背后的主使。他就是那肥羊。师兄，就是他。我看到李木婉那死丫头和他哥李奇庆对他颇有好感，
要是把他的肉身炼制成傀儡，到时候再去洛河门，或许能多一分把握。小子，你可以死了！你。怎么会？竟是土遁之术。把那紫物吞了。唉，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吞，好不好消化就让人家吞。切！机会来了，可以跑了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哎呀，我实在不敢了。若能拿到他的土遁功法，定对我大有裨益。一句话就可以杀死一个筑基大圆满的修士，这不可能是结丹期和元婴期。传闻中化神期高手可操控天地之力，一句话杀死筑基大圆满，倒也说得过去。我竟然被化神期高手追杀！怎么会这么热？难道说不好？主人，岩浆之中有一股强大的灵力。火焚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火山，老子竟闯进这里来了！火焚国的火山怎么会有生物存在？每隔几年，4大宗派的始祖都会对山体进行封印，怎么会发现不了？得快点离开这里。修士做什么？这巨型魔兽的实力丝毫不弱于元婴期，甚至更强。
这天女珠怎么自行出现了？这火团吞噬了这些修士的灵力。一口气就能让天逆珠火属性大圆满。非常火团是火兽之王。数千年前，火焚国始祖们耗尽心血，将火兽群封印入火山。火兽们为报仇雪恨，四处捉捕落单修士祭祀，喂养出了强大的火灵兽王。火灵兽王一旦成熟，届时火焚国乃至周边各国都将万劫不复。如今，兽王意外被天逆珠吞噬，愤怒的火兽群提前开始冲击封印。幸好有这封印，等林涛拿来地图，我得速速离开火焚国。这狂躁凌厉，来势汹汹，你们有何看法？旁人虽不知，但我等恐怕都知道，这是那火兽作祟的缘故。这次确实比往常更躁动些，但若是我们联手，制服这区区火兽，不在话下。荒谬！这火兽天生火灵，只有寒属性法术才可抵抗一二，而火焚国境内又有几个寒属性修士，谈何收服？既然从前的封印都卓有成效，那这次我等且加大封印力度就是了。与其在这里商议，不如早做封印。周某先行一步。罢了，传令下去，众十族带弟子将所属领地的火山加固封印。是。老子终于能吃个痛快了！滚回来！水火两种灵力属性已经大圆满，木属性还差一半，还有金土两种属性就可五行齐聚。不知五行圆满后，这主子到底能展现出什么威力？主人饶命！主人饶命啊！饶命！再逃一次，死！是，这家伙怎么还没死？可恶！而且他是怎么找到我的？
奇了怪了。大自在修罗术共有6层，以杀人炼心，以炼心遁入无情道，以沉浸无情道炼出修罗之魂，以此魂可代替元婴。欲练本功，需每日杀一人。每日杀一人，若他练了此功法，我岂不是天天有魂吃？哎，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！有了这等高级功法，主人成就元婴指日可待啊！这玉简来自孙有才的师兄，他的魂早已被你吞下，可以看出，他练的功法也不怎么样。这玉简连发声都不会，且这功法名称里还带个伪字，定不是什么好货。主人，还是那大自在修罗术更厉害呀！司徒前辈曾说，土遁术是5行遁术之一，在上古时期被誉为大神通。这虽然只是伪土遁术，但其他皮毛法术的威力与之相比，却有天地之差。主人，这功法就是个逃，哪有那杀人之术强？这马良的身体，无论天资还是灵根，都要比我以前强上不少。修炼这伪土遁术，倒是一点也不生涩。东南西北，临清时，过！师兄真是太厉害了！是啊，这阵法我们修复了半个月都没弄好。有师兄在，那些火兽都是小意思。有了这阵法，我们就安全了。是啊。怎么回事？阵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师兄，师兄陨落了！快跑！快点把他甩去！哥哥，这火山一座接一座的爆发，咱们修士还能躲避一二，可凡人却毫无抵抗之力。婉儿，现在火焚国天地间都被暴虐的火属性灵气充斥，修士一旦吐纳外界灵气，轻者走火入魔，重者立刻粉身而死。你以为修士又能躲到哪里？众弟子速回宗门。不知道师祖召集我们是什么事啊？急召尔等返回宗门，皆因近日火兽肆虐，境内大乱，遇火兽之灾。我洛河门已与战神殿邪魔宗、尸阴宗共同结成火焚盟。即日起，火焚盟修士共同迁至宣武国。宣武国内宗派林立，势力复杂，岂会甘心让我等修士过去争抢修炼资源呢？
这怕是会有一场大战呐！是啊，怕什么？始祖，若火焚国修士都前往他国，那火焚国凡人当如何应对火兽？我等已尽力送凡人撤离，大道无情，吾辈当以最坏的打算应对。此事无需在意，尔等听从指挥，准备迁移。这把飞剑着实不错，速度比铁片快了不少。期限已到，进来。得尽快去边界，火焚国已经不能久留了。好强大的阵势威压！糟了，被发现了！这火兽不但身手攻击无用，就连飞剑自创也只杀不死。万事万物都有弱点。果然，要死了要死了！主人，这小剑可经不住多久了。慌什么？看来还得借万千修士的力量。组织侧翼火兽。是。来者何人？速速报上名来！在下战神殿弟子马良。听玄，带他去战神殿队伍中查明身份。若不是战神殿弟子，格杀。是。事后营洛河门弟子清玄送战神殿马良前来会合，劳烦战神殿道友辨明身份，以便在下回去禀报。跟我来吧。哪里来的恶徒，竟然敢冒充我战神殿之人！他竟如此从容地毁了我的法宝。清玄道友辛苦了，马良确是我战神殿弟子，多谢道友引路。主人认识风乐师祖，他吩咐我来接您去见他。带路。临洮开营地图时被风岚师祖抓到，地图现在在师祖手里，临洮也受到了惩罚。王林，参见前辈。王林，是你的真名？
这小子不但夺舍我战神殿弟子，刚才还把火兽引来。你可知道刚才这场战斗，我火焚国有上千弟子殒命？有我在，你不能杀他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这人气飞马良，就不是我战神殿弟子，不能留在这里。王林，你可愿做我记名弟子？弟子愿意。哼，凤鸾师妹既然肯收他为徒，我自然不会再追究。眼下大战连连，以他筑基中期的修为，怕是在战场上也难保安全。鸾妹，你这是为何？当初是你授意让红儿进入域外战场，她才遇到那等险境。若不是这位小友，你女儿早就命丧那里了。此符是我早年炼制的元婴级法宝，我已收回神识。你祭炼后使用，此次战争应当性命可保。多谢前辈。此时正处火焚国危难之际，到了宣武国后，更是会有场大战。你的那些事情就此勾销，但我只能帮你一次。你救下紫红之事，就此抵过。你退下吧。待我们去了宣武国，此人大有作用。这祸首怎么没完没了？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重启锁国大阵，不然，即使我等退入宣武国，一旦火兽追来，宣武国也会一并化作火海。宋师兄所言极是，我等应该即刻出发。传令，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冲出边境，待我等重启锁国大阵后，一起杀向宣武国。撑住！冲不出去，整个火焚盟都将丧生于此。这是什么？感觉不太妙啊！大家小心！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
此地乃火灵兽的诞生之地，封印此地可牵制所有火兽。再凭借先祖们布下的锁国大阵，定能把所有火兽全部禁锢在火焚国。道友们，我们即刻开始吧。散修道友，此阵不仅需要我们4大宗派出力，还需有元婴修士自愿把元婴寄存在这阵内，方可保证阵法完完全全的锁国。罢了，不就是损失100年灵力吗？既然4大派以古元丹相赠，为了火焚国，我等拼了！诸位道友安心护阵，你等肉身我洛河门定竭力相护。3个月后，我等必定会在宣武国站稳脚跟。攻城之日，在下必将亲自前来迎接诸位回归。锁国大阵开启了，快跟上！这就是锁国大阵吗？看那些火兽怎么办？火兽群已是如此强大，若是那火灵兽王出来，岂不是更加可怖？齐敬雄吉人自有天相，木婉师妹，前面就是宣武国边境了，打起精神来！老祖，听闻那火焚国最近可是火烧眉毛，甚是有趣。热闹嘛，看着便是了。两虎相斗，我们才能坐享其成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火焚国道友，你这是何意？请心宗弟子随我撤离求援！快撤！你们跑不掉了。你胆敢撕毁两国修士盟约，宣武国50大宗派不会放过你的！清心宗的山门也是巧取豪夺而已，今日这山门不过是再度易主罢了。老祖死了！撤！撤！快撤！出的！这横越峰你们守不住，与其让别人夺去，不如给我玄道宗。这就是修真界的弱肉强食吗？弟子们，火兽之灾
玄武国各派无视我们的求援，作弊上棍。他们无非希望我们与火兽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为了生存而战。战争期间，但凡火焚盟弟子铸机器，每人可获赠1件丹宝；结丹器，获赠1件元婴级别法宝。所有夺取之物均属个人所有，盟内不会收缴1件。火焚盟！火焚盟！火焚盟！趁两国交战的混乱之际，我得寻个机会离开此地。弟子们，除法宝外，你们每人将得到1块玉符。此玉符可记录你们的杀敌数量。凡杀凝气期5层以上100人者，送中品灵石10块；杀筑基期20人以上者，送灵药10瓶。哎，这规矩好，不看门派地位，只看贡献。杀遍宣武国，换得180块灵石。世间祸乱纷争不断，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真正的安宁。诸位，洛河门还有一份奖励，每个月杀敌最多者，可获天离丹1枚。洛河门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我没听错吧？真的是天离丹吗？若有天理丹辅助，再加上黄泉圣教诀本身的几率，我至少有80%把握结丹。那时，我就将成为元婴旗下第1人。好了，大战在即，所有火焚盟弟子速去各自分配的小队报到。王林，林涛他营的地图在我手中，我可先给你1份。若你能杀死50个筑基期修士，我会给你另1份。战争结束前，若能杀满150人，最后的1份便给你。这话说的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要么杀敌领赏，要么战死沙场。老祖打了一手好算盘。第10大队已经开始进攻灵脉，玄武国必定会派人支援。我们第8小队的任务是阻拦500里之内一切通过之人。大家各自散开，若有发现，立刻通知我。是，队长。按照我结丹初期修为，本应在第1大队横扫山门才对。哼，这任务实在淡而无味。是火焚国修士，杀了他们！杀！年纪已到，现在想走，马克！我死在这儿了！被火兽灭国是你们的命数，何必苟延残喘？筑基小儿，带我出去结果了你们！我将你扒皮抽筋，吃肉挖心！看来这场恶战在所难免了。这非常有古怪，撤！往哪儿跑？这小子到底怎么杀的？我都没把握瞬间杀掉7个筑基修士，明明只有筑基中期，不，他定是隐藏了修为。后方有不下100人的修士队伍飞了。第8小队，撤去灵脉！
进攻！杀！死雨天！来出生火！ 老祖，前线损失惨重。此子虽然只有筑基，但用的法术却蹊跷得很呢。去，杀了他！是。 筑基后期，能奈我何？哎呀，主人果真是结丹以下无人能敌。 不过单枪匹马的还是要小心点儿，万一要来个结丹修士呢？玄家，去！不过是仗着法宝而已，待我收了你的小命！鼠辈，你除了会钻地偷袭之外，就没有别的本事了吗？贼人，拿命来！ 贼人，拿命来！简单，开！这阵法竟能困住结丹期！ 若你是个假丹期，加上这阵法，还能跟老子一拼。可惜你只是个筑基期。去！我王八蛋！筑基小儿，让你尝尝结丹期的厉害！那家伙心思深沉，没有把握的事情，当然不会去做。难道说……雪烈伯，愣着干嘛？想死吗？我就知道。我的老人啊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若是能吞下这结丹期的神石，说不定我立刻神通大增，到时候再把那可恶的家伙也给吞了。从此之后，天地之大任我逍遥。老子不跟你们玩了！你魂魄受限，逃不出我这嗜血天魔阵。
神石是我的。走开啊！别！回去！滚出来，否则我立刻灭了你！若邪魔宗玉简上记载的没错，吸收金丹可增加修为，我能不能到假丹期，就看他的了。云呢？给我找！是。这金丹灵力太过庞大。可惜我没有修炼大自在修罗术，现在最多只能吸纳1成。恭喜主人升至假丹期。少废话，上前探查。主人。你还没告诉我，咱们现在是去哪儿啊？火焚盟。哦。不错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快你就能领取天离丹了。不过，我很好奇，你之前还是筑基中期，为何这么快就到了筑基圆满的假丹境界？说来惭愧，晚辈遇到一个重伤的结丹期修士，为了自保，不得已夺取了他的金丹，修为也从筑基中期攀升到了假丹境界。这是第2份地图，等你最终完成承诺，到我这里来取第3份地图。想必这道路信息在最后那份地图上。多谢前辈。王林，玄武国的修士已经联合起来，近日将有大战。不管你想要什么，地图还是天离丹，这几日是最好的机会。道友，诸位道友，我等元婴肉身被袭杀，锁国大阵，阵破了，火兽杀过来了。天逆珠吸收了火灵兽王，火兽群定会私下搜寻我的踪迹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天离丹不要也罢，可为这我的地图必须要得到。杨雄，你找我何事？前辈，主人，你要我办的事办到了，我的魂血。抱歉。
凤鸾始祖是我母亲，她看到我后立刻察觉到异常，所以今日并非想收你魂血，只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是地图吗？我的家乡在极远之地，若没有地图，根本找不到方位。那你帮我杀2个人，这2个人你也认识，一个马良青梅竹马的师妹徐思，另一个则是与他鬼混在一起的周安。我相信前辈的承诺，1个时辰后来此，我定会给你地图。成交。马良，这是我帮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讨厌，没想到马良那家伙居然还活着回来了。怎么，你还惦记着他？怎么会呢？你有没有觉得马良回来后整个人好像都变了？他一筑基期修为这么出风头，必定没什么好下场。马良，我今日杀了你曾经以命追逐却被其无情抛弃之人，也不知你若神魂上会是何种感受。徐思，徐思！你2人本就必死，不光是因为与周子红的承诺，而是我再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。修魔海，此地犹如人间炼狱，充斥着浓厚的邪恶气息。其中的修士们无一不是心怀叵测、手段阴狠之辈。他们大多出身于外宗，却因叛逆之心或身负血债而被迫逃亡，最终汇聚于此，形成了一个以魔修为主导的修魔之海。修魔海如此穷凶极恶，我却仅是假丹期修为，若想回到赵国，必定困难重重。小娘子，你们小队13人已经被我一击杀死，你们跑到哪儿去啊？我洛河门世代炼丹师祖，你若是不怕，女孩子家炼丹师徒多危险啊！不如找个人一起双修，岂不美哉？是结丹中期，没有嗜血天魔阵，我对付不了你。会土遁术的小辈，既然遇到了，你这条命就留下吧。师兄，救我！师兄，此人来自宣武国双修门，他知道我身上有一枚天离丹，如果师兄能救我一命，他可救不了你。你身上当真有天离丹？此人与我同属火焚国，即便是个狂童，落在他手里，总比落在那宣武国结丹期修士手中要好。成品天离丹我没有，我这里只有一个半成品。洛河门的天离丹没有成品，都是半成品，只需用半个时辰祭炼。因为天离丹一旦成品，必须在1个时辰内服下，否则效果大损。啊哈，想去火焚盟找援兵，先问老子同不同意？
不是他的对手，若要破局，只有一个法子了。师兄，这是火焚国的方向。从大阵被破到现在，大约3个时辰。炮出元婴期，瞬移不顾一切前来报讯的时间，火兽必定已进入血魔国边境。游戏该结束了，就是现在。这是。这火兽不是被锁国大阵封住了吗？快停下！我们应该去报讯。他们已经知道了，不用你操心。不好，被发现了。此人看似是筑基期，却连用3田土遁术横穿整个火焚国。火焚国一国之力都难以抵挡的火兽，他究竟计划如何摆脱？师兄，这是修魔海。我知道。穷凶极恶的修魔海内，说不定有人能阻止火兽。而且修魔海相当于几千个火焚国那么大，浓雾弥漫之下，即便是火兽想找也难以寻觅。师兄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本想避开的修魔海，最终竟成了唯一的破局之法。阴寒凛冽。修魔海就仿佛是一块冰，与火焚国的燥热成为鲜明的对比。万物相生相克，这阴寒属性的浓雾恰能制住火兽。当务之急是开辟洞府尽快结丹，只有结丹成功，成为元婴旗下第一人，才能在穷凶极恶的修魔海内生存。传闻修魔海内经常有凶兽出没，修士大多不讲道理，实力是唯一的武器。而且这海内女修不多，一旦发现女修，除非有强有力的靠山，否则下场凄惨无比。你就是我的！滚出来！放！筑基中期，他们有3人，师兄，我们快逃吧！小子，此地是我斗邪派势力范围，识相，把你身后的女修留下，否则的话，过子。他们怎么？你刚不是说修魔海只尊强者，不讲道理吗？你刚才用的可是死咒术？死咒术？我曾在洛河门藏经阁读到，上古时期，魔道有一种最为歹毒之功法，欲练此功，需集3气归一。第一气为阴气，也就是女子元阴，以采阴之术积累阴气；第2气为死气，第3
气为杀气，三气合一，境内九死一生后，胜者可初步掌握。但据说最终大成的几率几乎等于0。效果虽然类似，恐怕这死咒术只是对极境进行模仿罢了，正好用来掩盖极境的存在。待天离丹炼成，我跨入结丹期后，自会放你离开。不过若你动其他念头，休要怪我。此人比这些修魔海中的恶徒更加可怕。废弃洞府。修魔海山势奇特，每一处都坚硬异常，咱们还是另寻他处吧。他的身世竟可同时控制这30多把飞剑。这阵法有些普通，只能抵抗住筑基修士。这洞府我打算长期驻留，若是被人破阵闯入，我大可一走了之。至于你，生死靠自己。前3连，坤6段，震养鱼，艮复腕，离中虚，砍中马，对上缺，巽下断。现在共有214座阵法，我用精兽兽骨布置的叫9离尸骨阵，目前只能发挥3层威力。若想阵法更加牢固，需要更多灵兽兽骨。你先。看着洞府的情况，以前有修士在这里修炼过。师兄，我是现在为你炼制天离丹吗？你炼制的丹药，我不敢吃。师兄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你要如何才肯信我？我需要你交出魂血，但我不会太为难你。你只需在我结丹前，为我炼制足够的丹药，待我结丹后，自会送你离开修魔海。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，你看看可炼制出什么丹药？这是火母根，还有蛋黄草、天灵草。师兄，这些东西我可以随意使用，是吗？我只要成品丹药，
至于过程，你可随意。师兄放心，这些材料我大约可炼制增加修为的黄灵丹300粒，必毒丹50粒，还有别的各有功效的丹药。师兄，你看这魔血藤，这是炼制天离丹的主味药木之一。只是炼丹需花费大量时间，9粒尸骨阵怕是坚持不了那么久。我今日会外出一趟，搜寻兽骨来加强防御阵，少则3日，多则7日，定会回来。那战神殿的炼器术，同样也需要灵兽头骨制作反应炉。师兄，可否再帮我寻一个炼丹炉？我随身携带的丹炉只可炼制普通丹药，以往天离丹成品的祭炼，都是用门派内的天地熔炉完成的。按照这预检地图显示，海底应该会有不少死亡的灵兽兽骨。这16种剧毒，我可是准备了好久才置办齐全。师兄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不如成全师弟，让我用夺姬大法吞了你。桑木雅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就不怕师父知道？我不过是遵循着斗邪派1000年来的传统，师父早就默认了。我审时放出，百般注意周围，竟都未发现此人。晚辈斗邪派弟子桑木崖参见前辈，不知前辈在此有何差遣？你的兽骨哪来的？啊！前辈，我们相遇之处是修魔海外围，我现在带您去修魔海中部，那里常有魔物出现，兽骨也多。这家伙应该没说谎。前辈，修魔海腹地内有3大险地，这尸骨便是其中之一。此处常有灵兽出现，更不时会多出一些刚刚死亡的灵兽骨骸，但死因至今不明。看来就是此地了。去死吧！这里头有上百魂魄，倒是便宜了许立国那个家伙。品质太差，看来只能往内谷探一探了。这里的兽骨效果也不算最好，但应该可以多少增加一些9粒尸骨阵的威力。此地阴寒之气浓郁异常，这第14股与前面的尸骨截然不同。这里虽然看似平静，但那斗邪派弟子既然说这里为3大险地之一，定然有其危险之处。这是蛟龙。鹰气还要高出几分。你是我的了。
3天，这都10天过去了。开阵。以他的骨头来布置9离尸骨阵，够不够用？有着蛟龙骨做阵眼，阵法一旦开启，结丹期可困住数日，即便是元婴期也可阻拦1、2。这阵法已经不能叫做9离尸骨阵，应该叫9离龙蛟阵。等等。这是蛟丹和龙髓，蛟丹是天然丹药，有利于疗伤恢复；龙髓是至宝，可用于增强灵力。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虽然无法和尸骨内的地阴4品相比，但修炼黄泉生窍诀的邯郸却是足够了。现在可以着手准备结丹了。邯郸已成。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我出去一趟。师兄，等一下。修魔海内危险重重，这蛟龙皮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，我便自作主张加工了一下，以备师兄不时之需。师兄如果觉得我有别的心思，大可投入洞府之外，用来加强法阵。一件够了，那件你留着。小莲子，祖窍、气海、丹田分别有一个邯郸。这黄泉生窍诀3丹合一，3丹合一后，有一定的几率可以突破至结丹期，形成真正的金丹。仍然无法让3丹合一，只能磨耗。
实只有你召唤我才能出现。现在你陷入昏迷，看来我恢复自由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我要不要和他拼了？他应该不是装的吧？哎呀，我才不上当！你继续装吧。恐怕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，死就死吧，拼了！这家伙什么时候在老子体内留下的神识？难道是？这天杀的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我还是小看了3丹合一的难度，这身体根本无法承受邯郸融合时产生的寒气。不知其他修炼此诀的修士都是如何做到的。我一直都在护法，没有半点松懈啊！进去。哦。最近他每天都在闭关，可结丹期恐怕没那么好度过。火焚国几千年来最快结丹的修士，结丹还用了30年。你练功到了瓶颈，修炼死咒术的人需要采集女子元婴。若是他，我只答应为你炼丹。若是我死也不会从命。这蛟龙头骨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蛟龙一身是毒，这骨头变成紫色，不足为奇。这蛟龙体内蕴含剧毒，自身为什么不受影响？这蛟龙生前体内都是毒素，血肉、骨头、五脏六腑，甚至连唾液都蕴含剧毒。自然不会受其影响。体内都是毒素，既然我的身体无法承受寒气，那么就让身体完完全全变成寒气。如此一来，自然可以承受。我结丹之日，定是送你回洛河门之时。前13股堆满了灵兽尸骨，唯独这14股空无一物，只有这仿佛连灵魂都能冻结的阴寒之气。现在最多只能下沉到这里，若再往下，不仅是身体，即便是灵魂、神识，都会被瞬间冰冻。3丹不融合，誓不出国。春去秋来，火焚国的火兽之灾最终被4级修真国彻底化解，而火焚盟与宣武国的战斗一直在持续。渐渐的，火焚盟站稳了脚步，在双方互相妥协后，最终稳定了下来。而对于正在一心修炼的王林来说，他所修炼的黄泉生窍诀，因为天命珠的原因，再加上产生了奇迹，他所经历的难度
可以说前所未有。真正的劫难，只差最后的灵气冲击。不过这最后的冲击，我并不是十拿九稳。一旦失败，丹佩会立刻碎掉，只能从头再来。是寒气。难道这冰焰就是黄泉生窍诀的精髓？黄泉之炎。没想到14股的灵兽尸骨居然在地底深处，如此多的灵兽头骨，若能炼制成炼气术最重要的反应炉，岂不是能将它飞剑升级？这反应炉的制作难度远超想象。我就不相信，这么多灵兽兽骨炼不出一个反应炉。就此，可惜，这是一个9品反应炉，费了这么大力气，居然还是没炼出顶级的10品反应炉。罢了，也只能用它了。王林并不知道，即使是战神殿炼气殿的殿主，也仅仅只有一个6品反应炉罢了。他用着难得的9品反应炉炼气，将事半功倍。去吧。
空血烛火现生。你把它吞了，我以后住哪儿啊？进去。离我的新生只差最后的天理丹了。此处便是修魔海内998城之一的南岛城。如今这里被诸天教、灭魂门以及天一道教3派联合执掌。想要什么？起来吧，什么都有。这是什么宝物啊？这是个防御手镯，叫雾生花，法术效果如梦如幻，女修们非常喜欢。我炼气宗的秘术探查修为不应有失啊，但这人怎的呼的是结丹气，呼的又是筑基期大圆满？哎，请问前辈需要什么？贵阁可有炼丹炉出售？前辈，放眼这南斗城，若说炼丹炉，恐怕只有我这炼气宗一家有售，还请随我上2楼。请。您再考虑考虑。咱们现在买2送1，有优惠啊！如果还不满意的话，你看看这个。管事，这个情况。炼气阁分3层，第1层的火气是凝气气，第2层竟是筑基期大圆满了。那么楼上的第3层，岂不是有结丹气坐镇？道友，这是以修魔海深处的青钢岩与玄武晶融合，炼制了7期49月的清玄丹炉，品质是3品。李木婉曾说，这炉子唯有达到4品以上，才能确保天理丹不会出现太大的变故。想必道友是要炼制珍品丹药。这是以修魔海内的99支下品灵兽内丹融合在一起炼制而出的百兽灵炉，以它炼制丹药会有很大的几率吸纳灵兽丹气。这丹炉竟在封印的状态下还能渗出灵气，若是打开封印，恐怕灵气立刻就会冲天而起。这百兽灵炉品质已然达到了5品，此前斗邪派亦看中此炉，只是他们一时银钱周转不过来，一直未曾前来交钱取货。什么价？上品灵石10万块，或者你也可以拿出差不多价格的法宝。这丹炉确实贵到了极点，难怪斗邪派也一时凑不出钱来取。道友，不如你换一个。之前那个清玄丹炉，价格才1万块上品灵石，同样也能炼成不少灵丹啊。蛟龙皮甲，哎呀，是中品灵兽蛟龙之皮甲。这种东西你有多少？多少能换？如果体长1000丈以上，1整张可换。哎呀！这百兽灵炉可算是脱手了，都怪那斗邪派，没钱买还到处说他们预定了，搞得全城都没人敢来买。这人既然拿得出这样的蛟龙皮，
想来也是能守住那宝炉的吧？这蛟龙皮幻物定会引人注目，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。若是拿出那灵气液体，恐怕后患更甚。刚在2楼时，就一直有人暗中窥探，除了我留下神识的那个，对方还有3个祭坛修士同行。长老，换那百兽灵炉的筑基修士刚刚出城。雕虫小技！刺激的威力开始了！交出炼体阁内购买的法宝，否则死！这是什么飞剑？若不是我刚躲得快，没有刺中要害，恐怕今日就要送命于此。这样锋利的飞剑世间极少，这小子身上必定有更多的宝贝。若只是1个祭坛修士，我也有一拼之力。可是3个祭坛修士，麻烦了。